算了一下啊，我出国旅行一共去过了25个国家。那么在这些国家里呢，我最喜欢的自然就是马来西亚，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选择居住在槟城的原因。那么第二喜欢的呢，自然就是泰国了。现在呢，我从我第一喜欢的国家摩旅进入我第二喜欢的国家，所以我的现在心情有多爽，有多 happy 呢？你们可以看到啊，我是溢于言表的。OK， 言归正传啊，我和冯大哥呢，通过了玻璃市跟泰国之间的汪克链边界呢，现在正式进入了泰国的沙敦府。到了沙敦，第一任务就是找一家饭店吃晚饭。Okay, Tom Yum seafood is good. Yeah. Okay, like this. Tom Yum seafood. Okay. อันนี้ผัดอะไรพี่อันนั้นคือไก่ผัดเป็นมะม่วงอ๋อ Yeah, fry this, beef fry this. อ๋อเป็นเนื้อผัดเป็นมะม่วงนี่ได้ไหมได้beef 这家店嘞，不知道以为是古董店哦，其实是一个饭店哦。Bom Amdaman Vintage。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吃饭哦，这真的太有味道了。我们从上午8点钟从槟城出发，一直骑行到现在，将近是晚上的7点多，才到达了泰国的沙敦府的城里。那么这一天下来呢，的确是非常的疲劳，同时呢，我们两个呢也都是感觉饥肠辘辘的。那么此时此刻呢，吃一顿好的晚餐呢，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了。哈哈，你要辣椒啊？还嫌不够辣？你还嫌不够辣？哈哈，这么能吃了？到了泰国喝酒哦，马来西亚喝酒比较奢侈啊，泰国喝酒随便喝，哈哈哈。阿邦高配酒啊。在沙敦的旅馆里边美美睡了一觉以后呢，我们迎来了这个泰南小城平静同时节奏缓慢的美丽清晨。在泰国吃泰式的中式点心，呵呵，这地方环境也不错。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跟冯大哥两个人把酒言欢到深夜，那么吃完了早点之后呢，我们感觉头还是有点晕，然后回旅馆呢又睡了一会儿，醒来呢已经是靠近中午11点了。这时候呢，冯大哥说要带我去看一个沙敦著名的九王爷庙。泰国这边的九王爷庙，它这边的那个对联“天地什么什么有九州”。然后这边日月一啊，两个英文字母一过千秋，一个正一个一反，什么意思嘞？有没有懂的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泰国沙敦这里也有九王爷，这边华人还是比较多，说明。这个沙敦这里其实也有类似唐人街的。哦。这里有一个龙柱，还挺气派的哈。然后看到电线在天空中缠在一起呢，就说明到泰国了，泰国特色哈。在离开了沙敦城里的宝济宫之后呢，冯大哥就要取道北上到和爱，而我呢就要到董里跟甲米方向走了。那么我们呢就此别过，在此呢特别感谢冯大哥这2天对我的指教和帮助。那么至此呢，我要一个人摩旅，开启了 Solo Rider 的模式。下午边呢，我要继续去沙敦的另外2个著名的景点。整个沙敦府的地形呢，和马来西亚的玻璃市，甚至呢和中国的桂林呢是比较像的。它是一片海边的平原上呢，同时呢也横亘着许多这种高耸的岩石山脉。那么在这片区域呢，也有非常多美丽而且神秘的洞穴景点可供你进行参观游玩。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去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的名字呢叫做乌来松。那么和普通的这种洞穴往下探索到地底探索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个洞穴呢其实是向上探索的。在探穴的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感觉呢有点像爬山，只不过平时我们爬山呢是在山的这个表面上，或者说是在山的皮肤上进行往上攀登的。而探访这个乌拉松这个洞的感觉呢，就像是在这个山的藏道里边一直在往上进行攀登，就是说你整个攀登的过程呢都是在山体内部向上攀登的，这种感觉呢的确是非常奇特，也是非常有趣味的啊。虽然说整个攀登过程呢路程非常长，坡度呢也非常陡，而且它又是在山体内部的洞穴中进行，但是呢其实呢一点不危险，因为整个攀登的路程呢上面都有已经架设好的用不锈钢做的那种楼梯，所以说你还是可以非常安全而轻松的到达顶部的这个洞穴观景台的。当你到达顶部的这个观景台呢，你就知道这个攀登的过程呢就到达终点了。离开神秘而美丽的乌拉松洞穴以后呢，时间呢已经接近黄昏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去一个沙敦最著名的一个海景胜地，叫做帕卡巴拉沙滩。在这个帕卡巴拉沙滩上呢，是一个观赏落日黄昏的一个绝佳的去处。当你驾着摩托车，吹着和煦的海风，行驶在帕卡巴拉沙滩美丽的海岸公路上，然后你看着远处的太阳，在黄昏的天空中泛出了最后一丝金黄色的光辉。此时此刻，你心中所有的不快和焦虑都可以通通抛在脑后，让它随着海风随风而去了。值得一提的呢是，在帕卡巴拉沙滩上呢有一个帕卡巴拉码头，这个码头呢是通往沙敦府著名的离岛利贝岛的一个必经之路的码头。那么这次呢，因为我驾着摩托，也不放心将摩托放在大路上去离岛玩好几天，所以利贝岛就留着下次有机会再去聊。沙敦的海。沙敦的日落也是很美的嘛。关键这个地方可没什么游客，都是本地人罢了。赏完海滩落日之后呢，我在沙敦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呢，我就起身往董里的方向出发了。在那个沙敦府和董里府的交界处啊，有一个地方叫做 Little Penang 小槟城，也有点意思。我从大槟城到了小槟城了哈。这个地方应该是以前有很多华人吧，可能跟马来西亚的槟城也有点渊源，不然为什么叫 Little Penang 嘞？这个地方呢叫做 Laisat Kondom Cave， Tam Laisat Kondom， 它属于沙敦的一个国家地理公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一个自然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呢，它进入这个洞穴游玩的唯一办法呢是没有办法徒步的，只能靠这条地下长河，然后坐船进去。但是呢，坐船貌似呢是需要预约的哈，就是靠这条河坐船一直进入到那边那个洞里边去。那像我今天这样直接过来呢，这个地方就没有人营业，也没有人提供旅游服务，所以说我们呢只能到这个洞口张望一下了。进去的话是进不去了，因为我们没有船，没有船夫为我们服务。坐船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哦，里边很深的。哦，一条地下长河进入一个神秘的洞穴。啊，作为没有船夫的我们来说，那就只能到此为止了。那么，当我绕到这个洞穴的后方呢，就看到从洞穴里边流出来的水呢，形成了一个水潭。那么有许多当地的小朋友呢，在这里玩水。当我们离开这个洞穴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董里府的地界。OK， 那么今天我们的正片内容呢，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从下一集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有号称泰南小曼谷之称的董里去看一看。那么下面呢是彩蛋时间，大家继续往下看吼。现在呢是在泰国的沙敦府啊，住在一个民宿里。民宿呢价格很便宜，房间也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民宿它并不是在城里边，而是在一条乡村小道的路边上。那么这扇门呢，它没有任何的保险装置，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门锁。近来呢，泰国你也知道不是很太平。为了防止半夜被人卷到 KK 园区啊，或者说突然间半夜闯进一个变态的14岁小鬼来枪乱射这种情况呢，我自己做了一个保险装置啊，用它的窗帘绳，然后卡在这个门缝里边。这样的话，就算前面如果有人想硬闯进来的话呢，它至少能撑个1分钟到2分钟左右。这根绳子还是蛮粗的。OK。那么相比前门的这后门就更夸张了，这个后门呢，我发现它是根本没有锁的，就锁不上的。外面是阳台，就是说外面有人，他直接可以从这里推门进来。它这个门是完全没有锁的。那么 OK， 我这个门呢，它因为没有像前门一样，它有绳子可以吊，它边上墙上就光秃秃的，所以说我就想个办法，房间里呢有一个硬塑料的穿盘啊，然后呢有一块浴巾，我把浴巾裹在穿盘上面。然后我要做什么呢？把它做成一个临时的门栓。好了，这样拆进去以后，你看，因为这个穿盘它是硬塑料，所以非常结实。这样的话，这个后门的安全程度就比前门的这个安全程度更高了。前门是相当于有一道锁加上一个那个窗帘带，后门的话有这个硬塑料做的门锁，硬塑料餐盘做的门锁就更安全了。其实呢，我倒也不是觉得沙敦这个地方不安全，沙敦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太平的。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呢，主要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有时候出门在外的话呢，还要注意安全。旅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尤其前几年哪怕在中国也发生过一些半夜里边有强盗闯进客房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在出门在外住旅馆的时候，有办法的话最好还多个心眼，能够给自己的房门加上一道锁，利用身边的一些小工具吧。Nice。